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老胡，欢迎来到我们9章课法的换刃终极篇。这个视频建议大家先收藏再观看，大家也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续的精彩内容了。好，那这个视频针对的学友呢，是你已经可以比较轻松的走出一个刃线，用你的起伏，然后通过你的重心移动，然后踩住刃，并且能在缓坡走出干净的刃线。大概适合这样一个水平的学友来学习。那我们中级呢，当我们到了这个阶段，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一个点是重心的前后移动。我们弯中的重心是有前后移动。大家看，假设我站在板子上，这是我的基础站姿。基础站姿无关于高位或者低位，所谓高位就是这就是高位，站得笔直笔直；低位就是蹲得很低，这叫低位。然后这个是我的基础站姿，这是一顺。八字的话就大概是这样站，可以微微转过来一点，但不要太多。一顺的话呢，就稍微转过来多一点，这是你的基础站姿。然后我们不要站得笔直笔直，这样不稳定；蹲得很低，这样太累。所以我们采取一个大概中等高度、半蹲很舒服的站姿。OK， 把你的屁股往你的后腿移动，把你的肩膀和脑袋往板头移动，这样我的重心还在我2条腿的正中间，这个非常重要，重心要居中。那居中之后，我们做前后移动怎么做呢？通过你全身整体的移动，压板头、压板尾、压板头、压板尾。OK， 这就是我们弯中要做的重心移动。我为什么在平地示范？因为我如果滑起来然后跟拍的话，其实很难看出来有这个动作。但是我呢，其实在入弯的时候，在你翻板子，板子从前刃换到后刃，或者另一边换过来的时候，一瞬间我是要压到板头的。大家看，这是中间，这是重心在中间，在换过来的一瞬间，我是要压到板头的。然后在弯走起来，你的刃扎进去之后，这时候重心又开始往中间移动，然后有一个过程，中间再移到板尾，这样能帮助你出弯。往板头施压的时候呢，你能很有效的把板头的雪板压弯。然后它弯就会兜起来，然后这时候雪板已经积蓄了一个弹性势能，然后当你把重心移到板尾的时候，就在你出弯的时候像做一个欧力一样，有点像臀跳换刃那种感觉，把你积蓄的能量呢通过板尾的弹性来释放，帮助你去换下一个弯。假设这是我在滑行，我的重心要越过板子，对不对？我要到前刃去，我怎么做呢？我需要板子有一个往这边的弹力，然后我顺势整个人呢往那个方向移动，板子弹过来，我人过去，这不就移过来了吗？第一个点，重心的前后移动是增加板子在弯末给你的回弹力，那么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另外一个点，我们身体怎么过去呢？如果我直体倒伏，我要到另外一边，对吧？我怎么过去呢？我的身体需要在弯末配合板子给我回弹的时候，我做一个反弓。然后这时候板子再给我一个回弹，我就过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前刃也是同样，然后你在弯末你要换刃的时候，然后你做一个反弓，我的重心是不是回过来一点？然后板子有回弹力，我就顺势过来，就换刃，就完成了一个换刃。所以最重要的2点，如何让板子产生一个回弹力，并且你上身要做反弓，让你的重心越过雪板。完成翻刃这个动作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重点。我们上雪道来示范一下吧。Go。好了，关于重心的前后移动呢，我们滑起来看一下。我可以用直体倒伏来做示范。大家练习的时候，只要维持一个中高姿态就行了，不用完全站直。完全站直，其实你重心特别高，难度比较大。大概蹲到你舒服，然后就可以了。走起来重心有前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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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走起来，重心入弯压板头，出弯压板尾，压板头，压着板头，板尾，压板头，板尾，压板头，板尾，压板头，板尾，大概是这样一个节奏。在一个弯的大部分时候呢，都是压着板头的。只有你在准备出弯的时候，重心一移到板尾就开始换刃。如果你移到板尾还没换刃，你就错过那个时机了。
因为你移到板尾的一瞬间，板子开始给你回弹力。如果你不顺势换过去刃，你接下来损失了很多速度，那大概率就换不过去，一定要注意。然后我们再加上刚才说的一点是什么？反弓，也就是重心前后移动，重心从前压板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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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到板尾，这时候准备出弯 ，OK。配合身体做一个反弓的姿态，你就会特别容易出弯。然后大家做这个反弓练习的时候呢，可以把重心前后移动这个练习弱化，要不然想着太多东西一起练的话，节奏容易乱。现在我就来演示，对，拆开来练，然后最后再结合。因为拆开练的时候，你可以练的幅度比较大。然后我现在来演示一下，我如何在出弯的时候利用反弓出弯。前后移动的成分很少。重心呢压着前面或者雪板中间就可以了，不要落后。反弓出弯，手开放完反弓，好，反弓出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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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做这样一个练习。你在弯中逐渐慢慢增加反弓的强度。当你在弯中把反弓做到极致的时候，就很容易把身体的重心移到板子的另一边。OK。然后，当你在弯中你很可能肩膀做了一些打开和闭合的动作，对吧？你在弯中，你的肩膀可能会转，但是不管你肩膀转或者不转，你在换刃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姿态都要跟你的固定器角度对齐。我给大家做2个错误演示，一个是前刃出弯过分开肩，前刃出弯过分开肩，大家看。这个是前刃出弯过分开肩，再来做一个后刃出弯过分的闭肩闭胯，后刃出弯过分闭肩闭胯，会做起来非常像顶胯。这2种换刃方式呢都是错误的，这2种姿态在你换刃的瞬间，会让你的身体跟雪板产生对拧。然后是非常不稳定的，你入弯很容易扫雪或者卡刃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出弯的时候身体产生过度的拧转。出弯的时候，身体一定要跟板子对齐。我现在看看前面能不能做一个刻滑，我做2个弯，出弯瞬间身体姿态对齐。大家可以适当减少弯中的带转，这样你比较容易对齐。好，后刃。不管我怎么转，出弯都是对齐的。出弯对齐，前刃出弯对齐，后刃出弯对齐，前刃出弯对齐。好吗？一定要这样练。大家自己看自己的滑雪视频的时候，一定要关注出弯的时候有没有对齐，这将对你的今后的刻滑，当你的利刃逐渐越来越高，速度越来越快，这个对齐呢，能帮助你增加你弯中的稳定性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有一些不好的习惯，那你在后期将会吃很多苦头，好吧？那今天就是我们中级换刃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小伙伴们不要忘记关注点赞，以免错过我们后续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！欢迎回到我们9章课法的不知道第几期。喜欢的小伙伴们不要关注、订阅，还有点赞。大家也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。